今天我们来聊聊北京最害怕的街访。美国人竟然直说台湾可以加入美国，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却真实发生在美国街头的随机访问中。一位在美国好莱坞大道做街访的年轻人，突然向路人抛出一个敏感却真实的问题：如果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美国人会怎么看？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许多受访的美国民众不仅对台海局势了解颇深，有些人甚至脱口而出，台湾可以加入美国啊！这样的回答恐怕让远在北京的决策者们听了背脊发凉。为什么美国普通人随口一句话会成为北京最害怕听到的禁忌语呢？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原委。首先要明白这句台湾加入美国有多震撼，得先了解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自从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国政府就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所谓内政问题。北京当局最忌讳的就是外部势力介入台湾事务，而美国恰恰是其中最强大的存在。长期以来，北京对华盛顿的对台动作如履薄冰，生怕美国在某一刻改变模糊策略，转而公开支持台湾独立或更进一步。因为一旦美国正式将台湾视同盟友，甚至纳入自身版图，那将彻底颠覆北京精心编织的一中原则叙事。所以当北京听闻美国老百姓都开始讨论让台湾成为美国的一州时，他们会有多害怕，可想而知。这意味着中国最不愿见到的场景正在民意层面酝酿发酵。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民众对台湾的了解程度，过去几十年许多美国人恐怕连台湾在哪里都说不清，更别提直接表态支持台湾加入美国。但如今情况显然变了。透过这次街访，我们发现不少年轻的美国路人都清楚知道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有的人甚至能讲出中国最近老是在军演恐吓台湾，我们得小心中共扩张这样的观点。显然，随着国际媒体频繁报道台海局势、香港局势以及新疆人权等话题，美国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惕心大大增加。他们开始意识到，台湾这座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岛屿其实和自由世界的存续休戚相关。因此，当被问到如果中国威胁台湾怎么办时，许多人不再茫然失措，而是给出了明确的态度。在街访中，一些美国受访者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价值观共鸣。他们说，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中国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如果台湾人民不想被统一，我们就该支持他们。这种直截了当的声援显示出美国民众心态的转变。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有位受访者干脆提出，既然中国老是威胁，不如让台湾加入美国算了，这样中国就不敢动手。这句话顿时成为整支影片的高潮。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在镜头前提出了北京最害怕的剧本，台湾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对习惯于听到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晋升或打太极的中国来说，这样大喇喇的宣示无异于晴天霹雳。我们不妨试着从北京的角度思考，为什么台湾加入美国会如此令人恐惧？原因在于，这等同宣告中国永远失去了台湾的主权妄想。北京当局长期以来对内灌输两岸终将统一的信念，把统一台湾视为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环。如果台湾哪一天成了美国的第51州，那中国宣称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将成为天大的笑话。不仅如此，台湾一旦纳入美国版图，解放军对台湾的任何攻击行动都等同直接向美国本土宣战。在军事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核武库，谁敢轻启战端？可以说，台湾成为美国一州，会让中国对台动武的计划瞬间失去胜算。因此，对北京而言，这几乎是最不可容忍的结局。然而有意思的是，提出这种惊人想法的并不是什么政客或将军，而是一些普通的美国人。这从侧面反映出美国舆论近年来对中国与台湾议题的看法变化。要知道，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主流社会对台海问题并不关注，许多人甚至将台湾错认为泰国、越南等其他亚洲地区。但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
特别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中国在台海周边军事威胁升级后，美国民众逐渐把台湾视为自由阵营中的前哨。如果说过去台湾问题对多数美国人很遥远，那么现在它成了一个衡量民主与威权对抗的标志性议题。民调显示，如今约有2/3的美国人对台湾抱持正面观感，多数人认为不应让北京为所欲为。有超过一半甚至更多的美国受访者表态，一旦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应该提供军事协助保卫台湾。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几十年前，美国人连派兵保卫远方盟友都犹豫，更别说一个他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地方。然而时移世易，经过近年的国际风云，美国社会对抗中共的共识正在形成。北京自然注意到了这种民意趋势，心中愈发忐忑。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台湾加入美国这个惊人主张本身，其实从法律和现实操作角度来说，让台湾成为美国的一州困难重重，但绝非毫无根据的天马行空。历史上，美国接纳新州或海外领土并非没有潜力。美国本土48州之外，曾有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这样相隔本土遥远的地区，在20世纪中叶加入联邦，成为第49和第50州。当然，台湾情况复杂得多，它有2300多万人口，自有政府和军队，经济高度发达，也从未经历过美国直接治理。因此，若论及真要让台湾变成美国的一部分，程序上至少需要台湾民众以民主方式决定，自愿申请，美国国会立法通过，双方政府签订条约等等。而这一连串步骤的每一环，对北京来说都是不能触碰的逆鳞。事实上，台湾变成美国第51州这个概念并非第一次被提出。早在1980年代，就有旅居美国的台湾学者曾经倡议过类似想法，目标是在那特殊的国际夹缝时期为台湾另辟一条生路。当年台湾在国际上处境艰难，不被联合国承认，又面临中国武力犯台的恫吓，那位学者灵机一动，提出既然台湾建国困难重重，不如干脆加盟美国，直接站到世界超级强权的一边，从而解决安全与国际地位问题。然而，先行者的构想在当时并未得到太多响应。据说当年做过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支持台湾成为美国一州的台湾人远少于反对者。毕竟这关乎放弃自身国家身份，委身他国，对多数人而言无法接受。而美国这边也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于是，那场第51州的讨论很快归于沉寂。转眼数十年过去，时至今日，国际情势与台湾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早已脱胎换骨，从昔日威权统治下的发展中国家蜕变为民主繁荣的已开发经济体。然而，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不减反增，特别是近年来，中共在国际上采取各种手段孤立打压台湾，从施压各国政府不许使用台湾名称，到阻断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再到经济上挖台湾墙角，例如逼迫其他国家企业取代台湾的合作伙伴地位。台湾人不仅面对武力威吓，也遭遇更险恶的统战渗透。就在这种危机感之中，台湾加入美国的倡议居然卷土重来，而且这回是从美国本土率先喊出声音。2025年9月，美国洛杉矶的一间旅馆会议厅里聚集了数十位高龄的台裔美国人，他们都是已经规划美国多年的老移民，其中不少人长期支持美国共和党。这群长者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由一个叫做福和会的美国台侨团体主导。他们郑重其事地向外界宣告，为了确保台湾的自由民主不会在中共威胁下覆灭，他们呼吁前美国总统川普及其团队考虑接纳台湾成为美国的一州。消息传出，顿时引发海内外华人社群热议。这群台美人为何选择在此时此刻重提第51州的目标？原来，他们对台湾岛内的前景感到深深忧虑。在会议上，发起人杨丰明直言不讳地说，台湾内部无论国会还是社会，都已被中共常年渗透分化，许多打着爱台湾旗号的言论，其实在帮北京传声。假使2028年台湾的政权被亲中势力颠覆，不费一枪，中共就能控制台湾，让他重演香港沦陷的剧本。
与其坐视台湾滑向红色专制，不如提早寻找更强大的靠山，而美国就是最理想的选项。可以想见，这些在美台侨长者之所以敢大胆呼吁川普请收下台湾，背后是又爱又急又恨的矛盾情绪。他们热爱故乡的民主，但痛心于台湾内部仍有不少人对中国存有幻想，甚至愿意充当北京代理人。他们担心台湾人民终有一天会在内部分化中选错道路，把政权让渡给亲中政客，导致台湾不战而降。因此他们选择背水一战，在美国掀起台湾入美的舆论，希望唤起更多人的注意。这一倡议一经推出，立刻获得部分台美社群的响应。在洛杉矶的会后，纽约、旧金山等地的台湾侨界据说也准备展开声援行动。虽然这股声音目前还相对微弱，但与80年代那次孤独的呼喊相比，如今有了更多回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目标瞄准了川普及共和党阵营。或许正是因为川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明显提升，再加上川普个人对传统政治框架的不按牌理出牌，让他们认为这位人物若再上台，可能真的有机会考虑一些非常规手段来保护台湾。当然，台湾成为美国一州毕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实现的，无论台湾人还是美国政府内部，对此都有许多现实顾虑。先说台湾社会，大多数台湾人民目前的主流意愿仍是维持事实上的独立自主，也就是所谓维持现状，不被中国统一，也暂不正式宣告独立。让台湾变成美国的一部分，意味着放弃自己国家的名分与主权，这对于经历过100年殖民与流亡政府统治的台湾人来讲，是个艰难的抉择。正如前述80年代的民调所示，多数台湾人情感上还是难以接受沦为另一国的州。即便今天中共威胁更甚，真正愿意考虑入美的人恐怕也只是少数激进派。然而情势也在变化，中共的步步进逼确实让部分台湾人开始产生，与其未来被中国消灭，不如现在找美国靠山的念头。尤其那些对美国文化认同度较高，或者对中国极度不信任的族群中，第51州论正在从禁忌话题变成茶余饭后半认真半戏谑的讨论。举例来说，就在2025年，有台湾的知名财经评论网红半开玩笑地说，美国在台协会为什么不推动台美建交？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跟自己的第51州建立外交关系啊。这句话虽是调侃，却反映出某种民心。有人真的开始幻想台湾有朝一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以致连建交这步都省了。再看美国方面，尽管街头访问反映了部分民意倾向，但真正要让台湾加入联邦，美国政府势必要掂量其中的风险。长久以来，美国对台政策遵循一中政策和战略模糊战略，一方面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但同时不承认其对台湾拥有主权；一方面不明说会出兵保卫台湾，但也不允许北京随意来取。这种模棱两可的平衡术实际上维持了台海和平数十年。如果现在美国突然抛开模糊，走向极端明确，例如宣称是的，我们打算让台湾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那无异于单方面撕毁过去的游戏规则。华府势必要预料北京的激烈反应，很可能在宣布的那一刻，解放军就会对台湾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阻止既成事实的发生。毕竟北京早已放出狠话，台湾敢搞法理独立，我们必将不惜一战。如果变成台湾公投加入美国，美台双方批准合并，在北京眼中更是赤裸裸的台湾法理独立，加上投靠外国，等于踩了2条红线。中共政权为了自身合法性与民族主义交代，势必要做出最强硬的回应。那样的场景将极度危险，等于直接引爆中美冲突。2个核武大国正面交锋，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为什么即使在美国政坛中间偏保守或主战的声音，虽然支持协防台湾，但真正主张把台湾收编的人几乎没有，因为这步棋风险太高，美国未必准备好承担。然而正因为有如此高的门槛，北京才更加担忧美国朝野哪天脑筋一热走到这一步。如果说一般的军售、高官互访已经令北京如鲠在喉，台湾入美则是他们噩梦中的终极版本。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官方
对美国任何涉及提升台湾主权地位的动作都大肆挞伐。比如，当美国国务院文件改用台湾人民字眼而非台湾地区时，北京跳脚痛批美方搞外交微调，虚化淡化一中。再比如，某些美国政客提议与台湾恢复准外交关系，例如让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正名为台湾代表处，北京更是以军机扰台、经济制裁、立陶宛等强硬手段作为警告。可见，只要有哪怕一丝一毫迹象显示台湾朝着国际地位正常化或贴近美国迈进，北京都会如临大敌，更不用说直接被美国吞并。这种情节在中国看来，那等同于昔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翻版，是百年国耻重演。因此，北京对内对外都得极力避免这种印象成型。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一些美国和台湾的战略专家也开始严肃讨论台湾成为美国领土或盟邦的可能性。2025年3月，就有一则在台湾网络上疯传的消息称，美国国防院最新报告建议并吞台湾为美国第51州。这个耸动的说法后来被证实有所误导，所谓美国国防院其实是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简称国防院，与美国官方无关。当时是一位在该院任职的国际学者撰写了一篇报告，列出台湾面对中国威胁可以考虑的6项行动方案，其中最后一项提到让台湾成为美国领土，甚至纳为一州的构想。这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什么美国政府决策，但消息被有心人简化为美国智库建议美国吞并台湾，导致很多人误以为华府真有此打算。虽然经澄清后谣言不攻自破，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2点。其一，台湾入美已经进入某些战略分析的讨论范围，成为面对最极端情境时的一种假想选项。其二，北京以及亲北京阵营不乏人相信或宣传，美国就是想以台制华，甚至霸占台湾。他们乐于拿这类消息当作美国野心的证据。对中国而言，渲染美国要殖民台湾，既可以挑拨台湾民众对美国的疑虑，也能煽动国内民族主义，塑造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危机感。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台湾要不要成为美国一州这个议题，从最初的奇谈怪论慢慢开始被更多人严肃对待，不论是支持、反对还是惴惴不安的观望。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畅想，假如有一天台湾真的朝着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方向前进，会发生什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台湾的安全将立即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一旦台湾被纳入美国版图，哪怕只是成为美国领土，类似波多黎各那样的未建州地位，中国都不敢轻启战端，因为那将意味着与整个美国军队作战，而美军的实力和全球部署能力远非中共军队可比。对北京来说，这等同于在台湾问题上被彻底锁死，再也没有武力犯台的空间。其次，台湾居民将获得美国国籍，享有美国宪法保证的权利，这对许多崇尚美式、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或许颇具吸引力。同时，美台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壁垒、外交限制等都将迎刃而解。台积电的高科技产品输往美国再无关税问题，美军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高雄港进出驻扎，全世界也不必再犹豫，该称呼台湾总统还是台北中华民国当局。可以说，一旦成为美国的一州，台湾将脱胎换骨，马上以另一种身份重返国际舞台。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成为美国一部分也意味着台湾从此丧失了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2300多万台湾人将在美国5亿人口的国家中寻找定位，他们的声音在华盛顿未必能受到特别重视。台湾选出的国会议员也许在众多美国议员中只是少数，很难单独影响美国政策走向。此外，文化上的差异、语言的不同也会带来融合上的挑战。更现实的是，一旦台湾真的要入美，中国可能在过程尚未完成时就祭出经济、外交惩罚手段，让台湾经济受到重创。美国也会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尤其一些不希望中美冲突的国家的压力。甚至在美国国内也会有人质疑，为了保护台湾，值得把它变成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把我们直接卷入可能的战争吗？
孤立主义者会强烈反对，认为美国不该为海外土地搭上年轻人的鲜血，而对中国态度友好的企业和政客亦会出面阻挠。他们可能警告说，此举会彻底断送美中关系，进而危及全球经济。尽管如此，历史也一再告诉我们，许多看似荒诞的剧本，往往因为现实的残酷而变为可能。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夜，多数人不敢相信一场大规模欧洲战争真的会爆发，但它还是发生了。一旦中国执意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也只能在坐视盟友沦陷和直接参战保卫台湾之间做出抉择。而一旦战争阴云笼罩台海，或许很多原先不可能的选项都会被重新摆上桌面，包括迅速承认台湾独立，甚至邀请台湾政府流亡到关岛、夏威夷，让台湾领土由美军代管等等。而其中最干脆利落的一招，就是宣布台湾成为美国的盟邦或属地，直接对中共亮出决心，你若动手，就是跟美国开战。有人把这形容为21世纪版的古巴危机逆转。当年苏联企图在古巴部署核武，美国把整个美洲大陆的安全诉求压到极致，逼退了苏联。同理，如果中国要拿下台湾，美国也可能亮出超出北京预期的狠招。那么从北京的视角来看，他们又能如何阻止这一切？除了在外交上持续警告恫吓，在军事上耀武扬威，其实北京还寄希望于一点，美国终究不会真正付诸如此疯狂的行动，美国民众也不会真的同意让自家孩子为台湾去打仗。在中国官方宣传里，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冲突的爆发点，美方若不慎将自食恶果，以及美国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玉石俱焚等等论调。说白了，北京在赌美国的理性和自私，相信美国人贪恋繁荣生活，不愿冒着导弹落在洛杉矶、纽约的风险来保卫台湾。然而，正如这次街头访问所揭示的，美国人的想法正在起变化。当有越来越多普通人都认为保卫台湾不仅是保卫一个远方岛屿，更是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时候，北京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一旦美国社会对协防台湾形成高度共识，政府就算没有把台湾变成第51州，也会以同等的决心去阻止中国的攻击。这才是北京真正害怕的。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趋于准同盟，甚至胜似同盟。回顾整个台海局势发展史，美国和台湾关系的紧密程度可谓起起伏伏。1950年韩战爆发时，美国第7舰队奉杜鲁门总统之令巡防台海，实质上保护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权免遭解放军攻打。随后美台在1954年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台湾一度几乎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保护地。冷战期间的几场台海危机，美国都派遣航母协防，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转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才终止了与台湾的防御条约。然而，美国并未抛弃台湾，而是通过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形式继续保障台湾的安全和利益。该法律明定对台军售，关切台湾前途和平解决，实际上给了台湾半个同盟的地位。此后数十年，虽然美台之间没有官方同盟，但双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每当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总会适时展现军事存在或提供武器以维持下阻，而台湾则在民主化后不断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价值，自然也赢得美国社会更多的好感。如今，随着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内外政策日益强硬，美国朝野对台湾的态度变得前所未有的积极。美国国会两党争相提出友台法案，政府高层官员频频访台或接见台湾代表，乃至于在2022年时，美国众议院议长不顾北京抗议，亲自访问台北，成为中美关系重大转折点。那次访台后，北京大动肝火，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环岛军演，试图吓阻美国和其他国家仿效，但结果适得其反。国际上，挺台的声浪不减反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老百姓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们看到台湾人面对中国霸凌毫不退缩，更联想到乌克兰人民抵抗侵略的场景，于是内心产生共鸣。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我们有责任站出来，不能让威权国家一个个吞并我们的盟友。如果说前些年这种理念还只停留在政客和学者的嘴上，
那现在你在好莱坞街头就能听到普通人讲出类似的道理，这无疑是北京的宣传战所无法理解和招架的。最后，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未来的场景，也许台湾不会真的变成美国的第51州，毕竟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极端条件。然而，如果北京继续以武力相要挟，反而可能逼得台湾和美国走得更近，远近到某种程度上几乎相当于准第51州。例如，美台之间建立起正式的共同防御协定，或者美军堂而皇之进驻台湾基地，甚至台湾在某些国际组织中的席位由美国力挺而恢复。这些趋势其实已经在萌芽。美国军机军舰近年频频出现在台湾周边，美台军事交流公开化，台湾高阶将领受邀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等等，都显示出双方安全关系的迅速升温。如果中国领导人不调整策略，继续以为恐吓就能吓退美台，那可能正走向自己最害怕的结局。就像本次街访的画面，一群悠闲漫步在阳光下的美国人，谈笑间把台湾当成自己阵营理所当然的一员，甚至半真半假地讨论起接纳台湾入伙的细节。这一幕对北京而言无疑非常刺眼，但却可能是未来的缩影。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台湾看作我们的人，北京企图以我们中国内政来隔绝台湾国际支持的谎言，就再也无法欺骗世人。总而言之，从街头访问的一句玩笑话，我们看到了大国角力中的民意风向转变，台湾可以加入美国。这句北京闻之色变的话语，折射出民主阵营日趋团结的一种态势。对台湾人而言，这或许是一剂强心针，至少在道义上、情感上，越来越多远方的朋友愿意接纳并保护他们。而对北京当局来说，这无疑是一记警钟，靠威逼利诱建构的天下一中幻象正在破裂。如果继续钢索上跳舞，最终可能把台湾越推越远，推向自己最害怕的彼岸。或许台湾永远不会真的成为美国的第51州，大多数台湾人也未必真心想要这样，但只要中国的威胁一日不除，美台走近的趋势就一日难以逆转。北京越是恐惧什么，某种程度上就越可能收获什么。正如俗语所言，此地无银300两。当北京不断高喊着不准台湾搞独立，不能成为别国棋子的时候，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心虚和焦虑。未来局势如何发展，没有人能够断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台湾的前途将不再只由北京来书写。哪怕不是真正加入美国，台湾也注定会在自由世界的助力下坚定地走下去。北京最害怕的，不正是这种自由意志的胜利吗？